在美国经济增速放缓、新冠和美联储加息和高通胀背景下，美国保险业正经历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一轮裁员潮。另外，美国第三季度经济或更火爆，欧洲央行会否走上一条不归路？美元前景仍一片光明，中东局势难以平静，黄金恐继续被带飞吗？最后，我们观察到，如果巴以冲突升级，美国会否加强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届时，沙特是否会出手当救世主呢？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秋天逐渐转凉，新一轮裁员潮正在席卷美国华尔街。美国银行研究显示，财富减值是真实存在的，收入分配前 25% 出现裂缝，高收入家庭的失业率上升最快。根据对存款数据的分析，在收入 12.5 美元或以上的家庭中，失业率最快，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高收入家庭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约 70%， 是最低收入阶层增长的2倍多。裁员潮中的保险业包括苏黎世保险集团子公司、美国健康保险巨头 Centene、联合健康等多家保险公司都出现大面积裁员现象。据了解，从年初至今，已有超13家美国保险公司宣布裁员，公开裁员人数近8000人。保险业是华尔街裁员潮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人数已达约 2.1万人。为何美国保险业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裁员？据一位中型寿险公司总裁表示，通胀加息是基础性因素，高通胀推高保险业经营成本。其次，美国经济大周期进入调整阶段，出现许多不确定因素，同时亦有保险行业独有问题所致，诸如气候变化导致的野火、暴雨等事件，交通事故频发等，使得赔付压力增加，费率增加导致投保率下降，不少保险公司因此开始收缩战线，压缩成本等。失业率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历史周期来看，美国自2000年后共经历过3次大规模裁员。首先，2000年互联网泡沫危机，彼时互联网公司正开启一轮极端的繁荣发展，正遇到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导致流动性缩紧，大量互联网公司破产倒闭，大规模裁员接踵而至。其次，2008年次贷危机，彼时美国政府大幅降息，正逢楼市大幅涨价，金融机构发放了大量房贷后，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而加息，市场出现房价低于房贷情况，很多人放弃还贷后，雷曼兄弟暴雷而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第三，2022年美国通胀危机，中美贸易对抗叠加俄乌冲突，使得全球供应链体系开始出现变革，美联储不得不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硅谷银行、瑞信银行相继暴雷，美国再次开启了裁员大潮。针对美联储加息方面政策，哈佛大学教授杰森·福尔曼指出，近年来美联储的政策确实存在错误，但这种错误是偶然的。他认为，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力度相对过小，这使得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进程缓慢且痛苦。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政策力度又相对过大，这都是由特定原因带来的偶然失误，不能说明货币政策在方向上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随着美联储官员进入晋升期，市场的重点可能会转移到巴以冲突升级的风险，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2份重磅数据。继恐怖数据后，市场将紧盯美国第3季度 GDP 增速以及9月 PCE 数据，以印证美联储的加息路是否已经走到终点。此外，加拿大央行、欧洲央行将率先公布利率决议。鲍威尔在周四重申，目前需要谨慎行事，但如果有更多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持续高于趋势，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不再缓解，那么通胀方面的进展就会面临风险，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其他美联储官员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态。费城联储主席哈克重申，除非数据出现转折，
否则美联储应保持利率不变。理事满联储主席巴尔金也倾向于观望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美联储三把手，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则指出降息前景，称在某个时候降息将是合理的。美联储官员的预测显示，明年利率将下降。基于这些官员的讲话以及长期美债收益率正在帮助美联储紧缩，市场基本已经确信美联储不会在11月加息，12月加息的可能性仅接近20%，除非下周公布的美国第三季度 GDP 数据和9月 PCE 物价指数过于离谱。美国经济机器仍在开足马力运转，在政府庞大的赤字支出和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导致的高利率传导缓慢的保护下，美国经济今年没有放缓，反而表现出色。除了拜登政府的巨额支出外，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也帮助支撑了家庭收入，并使消费保持在坚实的基础上。总体而言，美国经济似乎在夏季重新加速。即将于周四公布的 GDP 数据可能会证实这一点。市场预计第三季度 GDP 折合成年率将达到 4.1%， 几乎是上一季度 2.1% 的2倍。虽然这本就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一数据可能还有一些上行惊喜。亚特兰大联储有一个实时估算 GDP 的模型，目前该模型显示本季度美国 GDP 将增长 5.4%， 远高于官方预测。道明证券分析师表示，我们预计继上半年接近趋势的增长之后，第三季度 GDP 将大幅增长，经济活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劲消费的支撑。不过我们预计这一推动力将在第四季度消失，因为消费者在夏季过度消费后会有所缓和。最近的中东的紧张局势使部分分析师做出了一些围绕油价的可怕预测。安联贸易经济研究主管安娜波特表示，巴以冲突可能导致油价飙升至每桶140美元，并将世界推向衰退的边缘。更有甚者指出，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美元，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1万亿美元，并使世界陷入衰退。一场更大范围的冲突不仅会威胁到更多人的生命，还会使得一个重要原油供应国的供应中断，从而导致油价飙升。现在市场想知道，如果美国加强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是否会导致供应更加紧张？届时沙特会否出手当救世主？虽然伊朗否认帮助哈马斯策划了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但他的痕迹却遍布哈马斯和真主党等代理组织。而且一场更广泛战争的幽灵让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都感到不安。分析人士说，由于美国制裁的执行力度似乎有所减弱，伊朗的石油供应近几个月一直在上升，达到2018年的高点，但伊朗的石油供应可能会再次开始萎缩。刚刚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沙特，在最新的冲突中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与该地区的其他穆斯林国家站在一起。这些国家恰好是中东和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了解沙特想法的消息人士上周透露称，沙特正在迅速重新思考其在该地区的政策，并搁置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计划。本周加沙一家医院发生致命爆炸后，沙特更是主持召开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紧急会议，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以色列。到目前为止，欧佩克家仍没有暗示当前的政策会有任何改变。尽管需求强劲，且伊朗周三呼吁伊斯兰产油国对以色列实施石油禁运。分析师预计，在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混乱的情况下，油价可能再次飙升至95美元甚至100美元每桶。但美国不应指望依靠沙特来遏制油价的上涨，不仅仅是因为沙特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不好，根本原因是沙特和俄罗斯两国仍需要高油价来支撑其庞大的国内支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